嗨，大家好。现在呢，在青浦的叫莲湖村的门口，其实就是清溪郊野公园的边上的一座村庄。很多人呢介绍清溪郊野公园是一处非常美的去处，但是呢，因为是一座公园，会有一些门禁，进去呢还是稍稍有些不方便。尤其像对我这种骑行的人所以呢，又看到有网友介绍说，可以去到清溪郊野公园边上的一座村庄，叫莲湖村，就是我现在骑行的这座村庄。这座村庄呢，其实跟清溪郊野公园已经融为一体，而且本身呢，具有江南的乡野气息我现在骑过一座小桥，就向村里进发。看到田野里面的稻子都已经收割完毕乡道两旁茂密的树林这些枝叶呢都已经泛黄。但是今天阳光普照难得的一个冬日的好天气。我今天在开车的时候看到室外温度16.5度，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冬季上海的温暖的天气应该有些反常了。我们来看看这座小桥边上的这个河浜，这个就是冬季的上海郊区的景色。很美的乡村的景色我们从桥上骑下去。昨天呢，礼拜日我们就在上海市区里面开车闲逛。本来今天呢应该在家里好好休息，但是呢早上起来看见太阳那么好，气温呢又比较高，觉得这样的天气如果不出来走一走有负好时光。所以呢，我们还是就近来到了青浦，打算呢在这个莲湖村里头闲逛一圈。看看我呢能不能骑行到淀山湖畔的一个寺庙，叫报国寺那里这里过去应该接近1个小时。然后呢，我们再围绕着淀山湖去看一看我们以前曾经走过的湖畔的地方。现在呢，已经深入到莲湖村里面了看到右前方呢是一片崭新的农村的建筑根据地图提示呢，应该是他们的村委会。而我的左前方呢是一个大湖，相信就叫莲湖吧。这边呢
村头啊，有一个很漂亮的小牌坊啊，莲湖，湖畔四周莲荫清晰啊。我们先到这个湖区去走走看一看。环大莲湖路，名字起的气派啊！这边呢有一个导览图啊，漂亮。雪山森林往里面走。哦，清溪郊野公园啊，整个都在里面，往里头去转一转。这里叫尤家田桥，这边呢就是一大片开阔的水面啦，大莲湖观光步道啊。我们就顺着这个步道骑行一段。所以这个湖呢，并不是淀山湖，叫大莲湖。莲湖村呢，就是依着这个湖这片的地方，而这片地方呢，现在规划为清溪郊野公园了。刚才开车进来的路上呢，其实这个郊野公园好像还在扩建当中，马路上有很多大的公示啊。这边呢也有一些租用小游艇的地方。想必这个湖里啊，到了春夏时节啊，应该都是莲花莲田，但是现在呢，这些枝叶都已经枯掉啊。这条步道啊，围湖而建，但是很窄啊，应该宽不足于1米。但是呢，我骑在这样的一个步道上缓缓骑行啊，还是绰绰有余。这边风光无限啊，虽然没有淀山湖的开阔，但是呢，还是有一整片的湖区啊。最主要是没有人，就可以静静的在这边慢慢的骑行，欣赏湖畔的风光。虽然啊，这些湖畔的大树啊，枝叶都已经枯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常青的乔木啊，像那种冬青树一样的，在右侧。到了这边呢，就只剩了一个亭子了啊。好，现在呢，我在这个亭子上观望一下啊。
对面呢都在大兴土木啊，但我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位。一大片的建筑正在拔地而起。这边呢是一条河沟了啊，过不去了。那我们就顺着这个步道继续往前骑行。所以呢，人家没有说错啊，就是可以从莲湖村里面呢，直接进到了清溪郊野公园。这边呢有个介绍，是一个金口门港西起连胜社区谢庄村西北口东至南横港，全长3.22公里，主要是起着排涝灌溉的作用啊。就是这个金口门港，就是一条河。从这个桥上啊，再来看看这条金口门港这条小河，非常漂亮啊。哟，这边还有观光的电瓶车。看到这边的指示牌上面啊，有游客服务中心、游船码头等等，还有一个大莲湖服务驿站。那我们就到驿站门口去转一转。非常适合散步的地方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像我这样的骑行是最佳的方式。这就是大莲湖驿站，清溪郊野公园。这里面其实应该还是很大的啊，我们可能只能转一个角吧。我看这个湖里头啊，一丛丛的，应该都是芦苇荡、芦苇丛啊。有个牌子写叫芦雪迷踪啊，就这个芦苇荡里面啊，还是可以走进去观赏的。相信呢，这里是观鸟的好地方啊。写着禁止自行车上桥通行，但是我就把自行车放在这边，往里面走一圈再出来吧。
有一种走进沙家浜的感觉啊。这些芦苇荡，然后那些曲曲弯弯的水道。走上了一座小桥，我们凭高在这个地方呢观望一下啊。你看一大片的芦苇丛，冬日的温暖的阳光下啊，那些虽然已经枯萎的芦苇荡、芦苇丛，反射出金黄的那种颜色啊，让人感觉刚刚过去的丰收的季节，相当漂亮啊。估计前面呢也是一样的这些步行的栈道，我就不一定过去了啊。很美的一个郊野公园。Water Forester。 Forest 不是 forest。哎呦，好，告别这一处芦苇荡啊，再向前稍走一走，然后呢，还是准备拐到莲湖村里面去。因为莲湖村里面，我刚才看到有很多漂亮的民宿、农家菜啊、农家乐。哦，这边呢可能就是一个口了啊，就是进来的一个口子了吧。生态保育区。不用买票，你看这边呢，就是一个检票进去啊，虽然不用买票。好，行，我转一转。就是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虽然不用买票啊，但是呢也是要有一个闸口的地方。我的理解呢，就是进到公园里面去啊，但是呢我只是路过而已，继续顺着我刚刚来的这条芦苇丛的边上啊，骑回村里去。我不知道刚才那个进去的公园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啊？根据我上次在锦溪古镇的经验，其实在外围啊走一走，跟到公园里面去没有什么两样，说不定还别有一种情趣啊。
看到这个河里面有好多的黑色的鸭子啊，野生的吧。前方呢也是一座水闸啊，就这条河金口门港通往大连湖的一个闸口。好，继续向前骑行。今年的春节呢比较早啊，1月21号，也就是说呢，还有10多天啊，就要迎来农历兔年的新年了。天气也很配合啊，早早呢就暖和了起来，让大家呢更能以一个好的心情啊，迎接新的农业新年啊。看到土地里面啊都已经收割完毕，农民呢可以安安心心过新年了。好像我刚刚是从那头过来的啊，但这边过去呢，应该可以进到莲湖村的村委会那边吧。看到有些民宿啊，还在建设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看啊。这边还是很讲卫生啊，隔不多远呢就有一个洗手间。你看这边呢都是一些农家乐啊，但这一条应该也是一个松林水山小马路啊，特别漂亮啊。准备顺着这条小乡道再骑行一圈。这一路上呢有很多的农家菜的这些路牌啊、指示牌，希望呢你们能够去到他们那边用餐、住宿、消费啊。
右侧呢都是农民的房子啊，都装修的不错，很多呢都已经成了农家乐啊。我们在桥上来看一看，这一条小河呢叫谢庄港，一条小河，这边很有生活气息啊。两边的农舍呢依河而建。在城里过惯了城市日子的人们啊，时不时到这些乡间来度个假，尝尝农家菜啊，欣赏一下农村的风景，应该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我就随意的骑到这些村庄里面去啊，看一看这些农民的房子，其中有很多呢都成了农家乐、客栈啊。没几步呢就已经到了河边的小码头了，很有烟火气啊。看看这几栋房子更漂亮啊，想必应该就是农村的客栈了吧，叫青浦和田，应该就是一个民宿啊。真的不错。这边呢就是莲湖社区中心党群服务站，应该是他们村的中心了啊。综合为民服务中心卫生室。所以不要小看这些乡村啊，都是有组织的，都是有行政机构的。所以这边整体感觉才会看上去那么舒服，也就是都是在管理之中的啊。这边还有一些永年的诗句集锦。这个地方呢叫谢庄啊，所以很多的这些农家乐啊都是冠于谢庄多少多少号啊，像这个就是谢庄171号，很美。我呢已经在莲湖村的谢庄里面啊转了一圈了，现在呢我必须要去到我下一个目的地啊，就是我跟我太太约好的报国寺，我们在那边呢汇合。这边过去呢应该还有6、7公里的骑行的路线啊，所以我要先看一看地图，导航一下，看怎么能够去到那边。直线距离呢虽然只有4.1公里啊，但是骑行呢就要7点几公里，36分钟。那我们就从这里出发了啊。
这里方向不明啊，我就在这条步行道上先走一走，看看导航能够把我导到哪里去。好，我就跟着导航走了。就是我刚刚来的这条路啊。走了一遍回头路啊，那就多欣赏一阵村里的风景。还是要走到刚才的环大连湖路。
果然啊，又回到了刚才走过的路，虽然重复走了一段，但是呢，也可以再次欣赏一下啊莲湖村的乡间的景色。又到了金门口港的这座桥上了啊！到了这边呢，就应该离开了清溪郊野公园了。那我今天在青浦区，应该是金泽这边的清溪郊野公园边上的莲湖乡的骑行呢，就告一段落。接下去呢，我要骑行5-6公里啊，前往淀山湖边上的报国寺。我们等一会儿见。